对啊，我实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没关系，先求稳，先求有东西。好，然后你现在有电脑嘛，对不对？你可以听看看，这样子收音，还有看画面是不是 OK？好，我们先放 Slido 的画面。好，现在测试看看，看是不是可以听到声音。好，测试看看有没有听到声音。都 OK， 好，谢谢。好，所以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好，了解了解。好 ，OK。你赶快吃一吃啊！好，来各位同学，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哈。那包含线上的线上线下的同学，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 Slido 的 QR code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的 Slido QR code 会不一样。我本来去年上课的时候，我以为会一直一样，后来才发现说，如果每次新增一个新的，那它就会变所以请大家扫一下尤其线上的同学那等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一律都是透过 Slido 来进行提问跟回答所以你如果在 YouTube 上面留言，我们是不会去回答的好，所以请线上的同学
扫一下 Slido。好，我们等10秒钟。好，那我们假设呢，大家已经扫完 Slido 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公布我们的第一个作业哈。我们之前就已经预告过了，我们在学期上课第2周，我们就会公布第一个作业。那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第一个作业是什么了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的期末 project proposal 啊。那目前呢，我看到 NTU Core 上面的这个修课的学生人数啊，大概是800多位啊，885。好，那这个 again， 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哈，这个885这个数字呢，可能是不准确的啊，因为现在也在收看直播的同学，你也许还没有收到 NTU Core 的信件。好，那原因可能有2个，第一个是你可能刚选到课，那你们的学校还在汇整这个名单，那到时候要送到台大那边去，台大才会把你们的这些资料汇入到 NTU Core 里面来。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你的收信的 email， 请一定要用你学校的官方的 email。好，那我们一律是用有学校的网址的那个 email 来当成是联络的这个讯息哈，所以这个数值可能是不够准确的，885这个数值可能不够准确哈。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很多同学其实都还没有接受邀请啊，像这边还有609个邀请还没有被接受啊，所以请线上的同学特别注意一下你的这个对应的 email。 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公告我们的第一个作业。我们的第一个作业呢，目标就是要大家以组为单位规划，并且缴交并且提出你的 final project 要做什么。 OK， 那按照我们提供给你的格式写1到2页的提案报告，你用中文或英文写都没有问题啊，你用英文写更好。OK， 那我们这里呢有提供这个格式给大家，其实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要暗示或者是 push 大家，比较积极的同学，你应该希望你在修完这门课之后，你做了这个 final project 嘛，对不对？那你就会写一个书面报告嘛。好，那最好呢，你的东西好到有办法，到时候期末的书面报告写一写，整理整理，然后呢就可以拿出去投稿。好，这是对于研究生的期许啦。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如此期许自己。就是说自己做的东西，真的有一定的创新性，然后呢，到时候学期末，你最好就直接把 final project 的报告拿出去投稿，这样是最好的。所以这其实是暗示大家，我们也规定大家要用这个格式来写。好，那注意事项呢，就是说你要自己去提出主题，你要去找你的组员，每一组最多4个人啊，最少1个人，最多4个人。好，那而且请明确的注明每个人的中文姓名，你是什么学校以及你的学号，请务必要讲清楚你是谁，写中文，不要写英文，不要让我们去猜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这很重要。好，那我们也说过，你也千万不要用你自己个人的英文名字，我们不会知道你是谁的。好，所以拜托一定要写中文名字跟学号。所以你弄一个什么 Peter Chen， 我哪知道谁是 Peter Chen 啊，对不对？什么 Michael Wang， 谁是 Michael Wang， 谁知道？不会有人知道的。所以你一定要写一个中文姓名，你的学校的名称以及你的学号。好，那你的内容呢，必须包括底下，这有写错，
底下这几项1、2、3、4、5、6、7啦，好，包含了你的 project 的题目是什么？好，有人就很幽默啊，他的 project 的题目就是写 final project， 这讲跟没讲一样啊，拜托不要那么蠢啊。所以，比如说你的 final project 题目可能是，比如说花朵影像的辨识，这样总可以吧？这样有听懂哈？好，我知道往年都会有人 final project 的题目就直接写 final project 啊。然后再来呢，你的队员的名称包含学校、学号以及中文姓名，比如说国立成功大学学号 A1234567啊，王小明，类似像这样写清楚啊，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学生，我们到时候要给分数，麻烦让助教看清楚你是谁啊，要不然助教已经改作业已经很烦了，还要猜你是谁啊，那如果 Kimoji 不好，对不对？你的分数就不好。然后再来 abstract， 就是好像是要写一个论文一样，你要写一下你这个你的整个 final project 你的摘要啊，就是说你要做什么，然后呢introduction 通常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那你的问题的定义是什么，通常就是讲清楚你要做的这件事情，你的 input 跟你的 output 是什么。好，那我们上周已经有稍微讲完第1章嘛，以及第2章的前半部分，对不对？其实简单来讲，你整个 final project 就是你要去开发一个 agent， 对不对？你就是开发一个 agent， 这个 agent 就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系统，或者它是一个 function 啊，或者怎么样，或者一个机器啊。那所以你的 input 跟 output 是什么？好，那你可能可以怎么去解决它？好，所以在这边呢，大家很纳闷，我现在才开学第2周，我怎么知道要怎么解决？对，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大家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献，尽可能的 push 大家要去 study。好，我们做业一的目的，并不是要看到大家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蓝图，或者说你一定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因为很多人才刚开始学，我怎么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好，我们只是利用作业一这个手段来 push 大家，你一定要去想这件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配分啊，我们的配分里面 abstract 10%，主要几乎有一半的分数是 introduction，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大家去想你要做什么题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你可能可以怎么解，这个部分的分数几乎占了一半。好，然后呢，你的方法是什么？占 30%， 相对少，是因为你怎么知道要用什么方法？你可能根本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就是逼迫大家，你要去找一些相关文献，别人可能怎么做的那你觉得你有看懂，你可能也可以模仿，也用这个方法来解这个问题。那我就是要 push 大家去看文献，所以你就能够把最重要的这两个部分写出来 ，introduction 跟 method。那你预期的结果，我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做了，我怎么知道结果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这里讲预期的结果嘛。你这里的预期结果，你可以写，你估计，比如说我花朵影像分类比如说针对100种花朵，我预计我想要达到准确度 80%。那举个例子你就可以先到 Google 上面去找几种不同的花比如说如果是这一朵的话，我就要能够辨识出它是蒲公英如果这一朵呢就是什么菊花这一朵呢就是莲花，类似像这样，这是你的。所以这个预期结果，你可以用示意图，你可以用画的你可以手写拍照起来贴到那个报告里面或 whatever 这是预期的结果。好，那最后就是你有什么参考文献这样。OK， 好，所以呢，作业1你要写的是这7项，那我可以跟大家预告，作业3你依旧是要写这7项。所以其实我们的作业3就是要大家背上作业1，根据作业1继续往下延伸你原本提着某一个要做的事情嘛，到了作业3，我们就是要你告诉我说，那所以呢，你从作业1到作业3这段期间，你又做了什么？你哪里有改变？这些好，那配分的这个比例就会不一样。
啊，比如说到了作业3了，我们可能就会把方法部分的比例分数比例会提高，啊，就会把 introduction 的比例就会降低，啊，所以我们是借由这样子来调控每一个不同作业所需参考的这个比例的哈。好，然后再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在你的报告里面啊，你要写你的除了你的你队员有谁之外，还有一个呢，你要取得一个分组编号，因为我们要为大家命名一个组别的编号。好，到时候呢，你拿到分组编号之后呢，你才能够把你的报告转成 PDF 档，然后呢，档名就设定成这个 Homework 1底线分组编号。啊，到时候呢，助教就可以很轻易的知道说，这是哪一组交上来的作业啊。那为了方便核对跟管理呢，一组当中如果有 N 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上传同一份报告。OK， 那分组编号怎么来呢？请大家点到这一个网址里面，这是一个线上的 Excel。OK， 糟糕，这画面有点烂掉。重点一次，这是一个线上的 Excel， 请大家填写你预计想要做的题目名称，你可能还没有想清楚，但是呢，你的组员如果已经决定了，你就可以开始写啊，比如说组员1什么学校学号几号，叫什么名字，这一个档案非常的重要，请上去填。好，你要修这门课的都请上去填，而且请记得啊。这个只是组员编号，并不代表什么。所以你说，我不想要当编号填字第1号第1组，我故意把我的编号写在第398，那你死定了！我跟你讲，因为助教都找不到，我哪知道398那里还有一组啊？所以拜托不要乱来。反正呢，有人填了第1组，你就填第2嘛，第3、第4、第5、第6，这样一去就是这样填下去。这只是组员编号，所以不要说什么好像编号1号我就一定会先比较早报告或者是怎么样，没有，它就是一个编号而已。好不要乱填，好，不要故意填到很后面，不要故意把别人的题目或者是组员名单改掉。好，那到时候呢，我们就会依照这一个专题分组名单包含这会是助教很重要的参考的资讯。他到时候就要来看嘛，编号第78组，有谁？那是不是这些都有交？然后我到时候就是要登记分数什么的，包含到最后我们的期末 final project 的报告也都是以组为单位。所以请这个大家在交作业之前呢，你一定要先取得分组编号，你才有办法交作业。好，这个都不要乱改啊，什么编号这些，反正都已经依序弄好了。你是编号7号就是7号，8号就是8号。好 ，OK， 好，那回过头来，然后呢，格式在这里看你是要用 Word 档来当这个格式，或者是 LaTeX 或者是 LaTeX。缴交的期限呢是10月2号，应该就是2周之后。2周之后的礼拜4晚上11点59分。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作业。那缴交作业呢，再提醒一次，我们上次也有提过了，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同学，你缴交的 Homework 1就是透过 NTU 库一定是要透过 NTU 库缴交到我们这个主导课程的页面。好，除了有5间科技大学，我记得是比如说朝阳科大，反正有几间科大的同学，只有你们这些同学，我来看一下在哪里？好，只有朝阳、南台、正修、台中科大跟高雄科大。好。这5间学校呢是卫星课程，除此之外都是所谓的镜像课程。
好，所以这5间学校的同学，请你们把作业1交到你们自己的 NTU Core 的页面，而不是交到我这个页面。OK， 好，理论上，如果我 NTU Core 的这个作业设定的对的话，我这个作业的公告只会公告给镜像课程的学生，也应该只有镜像课程的学生可以缴交才对。好，卫星课程的这5间科大的学生，请缴到你们各自的这个学校的页面。那附带一提，我们当然也再次谢谢卫星学校的协同老师。那协同老师们，如果觉得这个分数的比例，你想要根据各校自己的状况来调整的话，没有问题，因为本来每一个作业的分数就是请协同老师一起来帮忙的。好所以各校的协同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可以参考我这个，那也可以根据自己本身学校的一些特定的需求来改变这个分数的比例，这样子。好，以上这是关于作业1。好，关于作业1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边，我现在连一下slide在场的有没有问题？作业1。好，看一下，好，我还没有收到 NTU Core 的账号，去系办问，他也让我去找。事实上，你去系办问，系办还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刚刚说过，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系办也许已经把资料汇整到贵校的教务处，而贵校的教务处还要把资料送到台大。所以这中间的确是有一点复杂，会有时间差你如果直接来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实在的，就真的是不知道所以就是先等那万一你到了这个交作业1的时间还没有，就是都已经要交作业1了，你还没有收到 NTU Core 的信，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就是到时候再看看，直接先 email 给我们的助教还是怎么样？已经在 email 接受邀请，也看得到课程资讯，但学生那边我的名字还是显示未接受。好问题，这个其实也许可以问一下那个 NTU Core 的客服，他们有客服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系统也不是我在操控的，所以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客服。但原则上，只要你可以接收到我们的课程资讯，然后你可以上传作业，其实就没事嘛。好，你还不知道如何接受邀请，反正就是理论上 NTU Core 会寄信给你，而且寄到你学校的官方的email account， 然后你就可以按连结，你就可以接受了。有点名吗？你上礼拜没有听请去看一下上周的这个影片，我们没有点名我点到民国几年一组1个人也是可以的YT 聊天室有开放吗？有没有开放？有，目前看起来是有。但是我们说过 YT 上面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不会回答 YT 聊天室上面的问题我要看太多地方了，没有办法看到那边去。那要找组员的话，其实你可以在 NTU Core 上面应该有讨论区，可以去找组员。OK
你可以 po 一个征求组员啊等等的，然后你想要做的题目会不会有人想要一起做啊？这些啊。所以什么是 final project？ 我怎么知道？要问你啊，你要做什么的当成你的 final project 啊？好，你显然没有进入状况，这位同学，就是说期末专题是由你来决定你要做什么，来当成是你的期末专题。OK， 好，表单连接打不开，你有办法点表单连接吗？助教，表单连接打不开吗？可以吧？今天还点不到那个作业OK， 所以那大家现在在 NTU Core 上面已经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了吗？已经可以看到，你比如说点到作业，然后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个 Homework One 了吗？请助教帮我点一下。他们只能看到即将开始。只能看到即将开始，是不是？对，然后会显示被锁定，好，了解。那我可不可以编辑一下？作业编辑，更多选项，是不是？开始时间开放时间其实现在就可以开放了1晚3 OK， 好，我本来以为那个开始时间指的是可以开始缴交作业的时间了。好，理论上这样应该已经可以了。好，再看一下 slide。这个上礼拜已经有人问过了，完全不会打 code， 对，那你就不要选。Excel 连结放在我们能拿到的地方吗？怎么样叫做你们能拿？可以，我可以再把它拖到，我还是只能够放在 OK， 我可以放在 NTU Core 的页面上，我也可以放在我的个人的成大资工的个人网页上。好，那这样子，你如果是没有 NTU Core 暂时还没有 NTU Core 账号的人，你也可以拿得到。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下课之后可以把这个连结放在我的个人网页上。好，那这个 NTU Core 账号我之前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好，你如果目前还没有，那就是你要再等一下。还要再等一下，因为会有这个时间差。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我们说过嘛，我们有55间的联盟学校，跨校的联盟那人多就是麻烦那会有一些时间差跟你个人在各自的学校选课系统里面马上出现蛮不一样的好，那但是大部分的讯息呢，我们都会放在 NTU Core 以及我个人的网页上，我们会同步都放我说过了嘛，不会打扣你就不要修，好不好？因为我们的作业2就是要大家写程式，不会写程式你就不要修好，来，那我们先回答到这边为止那我们要开始来上课了。好，那我们上周呢讲到了这个 intelligent agent。好，那我们之前这里都讲完了吗？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呢，你要定义一个 agent 是什么东西，就是任何你可以把一个输入转成一个输出的一个程式、一个系统或者一个机器，都所谓的 agent。那一个 agent 呢，可能我们要完整的定义一个 agent 的行为或者它的环境的话，我们就是要去定义它的 PEAS、Performance、Environment、Actuator 跟 Sensor。好 ，Performance 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去评估一个 agent 的效能啊？那比如说以计程车司机来讲，我们可能是评估一个计程车司机这个系统做得好不好，是根据比如说他坐在他车里面坐起来舒不舒适啊，或者是说他开得够不够快，或者是说他开的路是不是都比较便宜，不会经过收费的路段，这就是 performance 啊。那 environment 就是这整套系统它的环境啊，计程车司机的话，当然就是道路的环境，有各种红绿灯，然后有乘客等等等等的各种讯号，这都是 environment。Actuator 就是你这个计程车司机你可以做的那些动作比如说你可以刹车，你可以加速，你可以左转右转你可以按喇叭这些那 sensor 其实就是这个计程车司机他能够接收到的各种不同的刺激可能是道路的讯息，可能是广播，可能是他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都算是好，那我们上次呢已经讲过这个 PEAS 了好，那所以说呢，当我们要讲说一个 agent 的话呢或者是说我们整个 AI 的这个AI 系统的开发，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去设计一个 agent 的 program。OK， 那这个 agent 的 program 呢，它主要就是用来这个 agent program 其实就是实做出我们的 agent function。所以大家还记得这个 agent function 吗？就是当我受到 perceive 到，当我感受到一个什么刺激，我要做一个什么动作，这中间的这个 function 就叫做 agent function。所以我们要有这个 program 来实做出这个 agent function。那我们假设呢，这个 program 呢会跑在某一种运算的这个机器设备上那我们称呼这个机器设备呢叫做 architecture，就是真正运作的这个实体的架构、实体的东西这样。所以一般来讲呢，一个 agent 包含了有 architecture， 就是实际运作的那个可能是一个硬体架构那也有可能只是一个运算平台所以它包含了 architecture 跟 program 其实就是在实做 agent function 的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呢就称呼是一个 agent。好啦，那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agent program 的一个例子啦。好，那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提过一个那个什么吸尘器的例子，在那个吸尘器的例子的这整个环境里面呢，它就只有2块地砖 ，OK， 然后呢，这个地砖上面可能会有灰尘。好，那我们上面呢就有一个吸尘器，那个吸尘器可以做的事情是往左移或往右移，或者是吸尘这几个动作。好，那之前我们就提过说，好，我们要去设计这个 agent function，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查表。我们就写好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里面呢，就是列举出所有可能会接收到的刺激然后呢，以及我们要对应做的动作。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表格里面可能有一个栏位，就是说，我现在感受到的，如果我现在所处在的地砖是脏的话，那我就吸尘所以我如果 perceive 到目前 A 这块地砖很脏，那我就吸尘。如果 perceive 到 A 这一块是干净的，那我就往右移。假设 A 在左边 ，B 在右边，A 如果是干净的，那我就往右移。好，那我现在如果是在 B 这块地砖，如果是脏的，那我就吸尘；如果 B 这块地砖是干净的，那我就往左移以此类推那你再加上时间轴，你可能有不同的时间区段，我可能就会判别说我可能原本在 A 是干净的，后来移到 B 这边又是干净的或者说 B 这边是脏的到了第3个时间点，我是不是要再移回 A 看看 A 是不是干净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是用查表的方式的话，如果再加上各种不同的时间段的话呢，基本上你这个表格是列举不完的是永远列举不完的。所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查表的动作，你就可以完成，你就一定可以有效率的完成一个agent program所以底下呢，我们大概就列举几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不同的 agent 的形态
那第一种呢叫做 Simple Reflex Agent 啊，那也就是说呢，它根据简单来讲呢，它其实就是写一堆规则，根据规则来去决定做什么。比如说，如果我目前的这块地砖的状态是脏的，那我就吸尘。好，那不管你在哪一块地砖，好，那如果我目前不是这块地砖不是脏的，而我的位置在 A 的话呢，那我就往右走；如果我的位置在 B 的话呢，我就往左走。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条件式判断。啊，如果你的 agent program 长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是一种简单的这种反射性的 agent。画成示意图的话呢，大概长这样啊。右边这个呢是环境，那我可能透过我的 sensor 去感受到环境目前的状态。那我环境的状态可能是脏的啊，它可能我目前感知到我所在的环境是脏的，那我所在的环境是 A 这块地砖。好，那我只要感知到反正是脏的，那我管它是 A， 我在 A 或 B， 反正我就是吸尘就对了啦。那如果说我感测到的是干净的，而我目前在 A 这块地砖，那我就去往右走。好，那这整个 agent program 就是画在左边的这个灰色区块哈，所以它就是说 what the world is like now， 就是说目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目前的状态如何，然后呢，我就根据这个 condition action rules 来去决定我要做什么动作，这样啊，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反射式的 agent。好，那基本上呢，这样子的简单反射式 agent 几乎是所有一般在写程式的人一开始你大概就是设计这样子的东西。好，那但是它呢显然有很多的限制嘛。好，比如说你只能够处理简单的，你要能够把规则明列出来。那要是你的环境更为复杂，你规则可能就要写很多。那再来是说呢，你是假设你整个环境是 fully observable， 也就是说，今天这一块地砖是脏的，你就一定会知道它是脏的。好，然后你一定知道，我现在就是在 A 这一块，而不在 B 这一块，它是 fully observable。那很多的实际的工程问题，你不见得知道你在哪里哦。好，这等一下在更后面的内容我们就会提到。你现在有一个 agent。即使一样扫地机器人好了，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你整个大的环境里面的什么位置，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你那个 rule 你就不知道如何 apply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教室里面可能有200块地砖，我随便把一个机器人丢在某一块，然后它没有办法感知到它目前是在 ABCDE 的哪一块。那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这种简单的反射式的 agent 就不能够直接 apply 这样啊。好，那更复杂一点呢？如果说我想要能够去 handle partial observability 它不是 full 的，不是全然的可观测到，它其实只是部分可观测到的话，那就是说，也许我这个 agent 一边在运作的同时呢，我能够一边的去记录下我走过的地方或我曾经看过的东西。所以呢，等一下我换个麦克风。好，所以比如说这个 agent 要能够 keep track of the part of the world it can see now。我能够一边走一边记录我曾经走过哪边，那状态是如何。所以也就是说，所谓的 model-based 的 agent 呢，是能有一些 internal state， 一些内在的 memory 的，能够记录下一些过去的历程。好，所以示意图长这样，它呢其实不仅是能够感受到外围的这个环境的一些参数，它还能够一边的记录下我过去曾经我往右边走之后。我怎么一直往右边走，然后一边一直都是脏的？如果往左边走就怎么样会有一个记忆性然后就是多了这个记忆性那也许呢也一样是根据一些 condition 的状况来去做出这个action所以 model based 的 agent 跟
简单的反射式的这个 agent， 差别就在于你是不是有这个记忆性，这样。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它其实也是反射式的 agent， 只不过多了记忆性这件事情啊。那这个pseudo code 可以请大家自己简单看一下，这个没什么不需要特别强调什么。好，那再来下一个是 goal based agent， 就是目标啊，你有一个目标啊。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吸尘器的例子，它反正就是在一定的限制的空间里面走来走去，吸尘，往左走，往右走，吸尘嘛。那它其实就是一直在那边运作，我们并没有告诉他说你的目标是什么。好，那如果是有告诉他的话，我们这整个 agent 的设计可以变成是我尽可能的要快速的达到这个目标，或者是说我要让这个目标值越大越好，这样子。所以说呢，刚刚讲到说，你如果只是知道目前我这个 agent 所处在的环境的状态，其实可能还不够，他可能还需要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那goal-based agent 的 behavior 呢 can easily be changed to go to different destination simply by simplifying the destination as the goal。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在整个运作过程当中，我可能目标会变，那我目标一变，我的整个 action 的这个所谓的 agent program 就跟着变啊。比如说就像你们家扫地机器人好了，好，你一开始按下去让它扫，对不对？它就开始在地上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就开始吸尘嘛，对不对？走到它其实还没有吸完，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比如说你要在这个楼层，你要开始工作了，你觉得也扫得差不多，虽然它还没有扫完，但是你就按一个键叫它回家，有没有？如果你们家有扫地机器人，叫它回家，所以它原始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把这一个楼层吸干净嘛。好，那但是在还没有吸干净的，他认为他还没有吸干净的过程当中，你已经要开始工作，你要使用这个楼层了，你就按一下叫他回家，这个时候他的目标就会变成是我要找到回家的路。好，所以goal based 的 agent 它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你会说它有一个目标啊，那你就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也可以设定不同的目标，这样 ，OK。好，那 decision making different from conditional action rule 这个如果是你有一个目标的话呢，他在做这个 agent program 的时候啊，他在决定他要采取什么样的行为的时候呢，就会跟刚刚讲的这种条件式的会比较不一样啊，因为呢，条件式的这些规则都是说我目前看到什么什么符合什么什么条件，我就做什么事情嘛。如果现在有目标的话，那就是说我在选择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考虑到未来，也就是说我考虑到我做了 A、B、C 这三个动作之后，哪一个动作会让我离目标比较近，所以他会 consider the future。同时考虑到 what will happen if I do such and such。我做了 A 这件事情之后，我接下来的状态会如何？做了 B 这件事状态会如何？做了 C 状态会如何？而做 A、B、C 哪一个会让我 will that make me happy？ 我做了 A、B、C 哪一个会让我更 happy、更快乐，或者是说更快达到我的目标？好，所以这个就是 goal based agent 的跟刚刚的 model based agent 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这是一个示意图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除了了解目前的世界长什么样子，我过去的历程之外，我还要去评估说what you will be like if I do action A。我如果做某一个 action， 那这整个 status 会变成怎么样？有没有离我的目标变得更近？这样。好，那有了目标呢，也许还不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个目标，而这很多个目标彼此之间可能有冲突。OK， 所以 goals alone are not enough to generate high quality behavior。在实际的沟通环境当中，只有目标或者目标们其实还不够啊。同时呢，这个目标有可能，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变得不合时宜，或者说有多个目标彼此冲突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其实就要再做一个权衡。这个时候你所开发出来的 agent 就是所谓的 utility based agent。
utility 如果翻成中文，你可以说是一种效益。好，那你要让整体的效益变得更高。好，那比如说你现在有好几个目标，比如说你现在要从成大坐计程车到台南高铁，好，你的目标就是你要到台南高铁。但除了要抵达台南高铁之外，你可能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可能的省钱。但是呢，我又希望在下午3点以前要抵达台南高铁。你又要省钱，又要在下午3点以前抵达台南高铁，对不对？然后又要怎么样？好，中途还可以去 Seven 买个东西，比如说随便乱讲。如果要同时达到这几个，可能是有冲突的啊。你时间赶，你就坐计程车嘛，但是你就花钱了你不要省钱，你就坐火车，你慢慢等嘛。好，所以这中间呢，你就必须得要去最大化整体而言。你整体而言，好几个目标都有一些目标的值，你要如何让它 overall 整个上起来之后呢，你的效益是最大的这个就是 utility based agent 的这个目的。好，那所以说呢，我们之前提到这个 agent 呢，我们之前讲到说这个 AI 什么叫 AI 的系统？我们可以从到底它行为是不是像是一个人，或者它思考像不像是一个人，对不对？到底是要像个人，还是说你是要很理性的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那我们上周我们就提过说，经过时间的这个考验真正对人类社会比较有用的 agent 都是属于 rational agent， 就是它的整个动作跟行为不一定要跟人一样你只要能够确切的理性的解决特定的问题就好了。好，所以说呢，通常 rational 理性的 utility based 的 agent 呢，其实就是他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都想办法去最大化我预期的效益我现在可能有5个动作可以做，那我要选择哪一个动作能够让我的效益最大？听起来跟刚刚的那个 goal based agent 很像，差别就在于说，效益是一个更广的一个词，因为你如果今天有好几个目标，好几个 goal， 那你要如何取舍这样子。好，那这是另外一个示意图啦。除了了解我各个不同的 action 做了之后离我的目标有多远之外，我中间呢还要再多一个评估，就是 how happy I will be in such a state， 就是我做了 A 这个动作，那我对于甲乙丙这3个目标，这3个 goal 的影响是如何？我做了 B 这个动作，我对于甲乙丙这3个目标又是影响如何？那我要做一个权衡，最终我是希望取得效益最高、预期效益最高的那一个动作来做它这是 utility based 的 agent 这样。好，那再来更新的，当然就是 learning agent 一个 什么叫做 learning 呢？ learning 的部分是说我能够随着我的所做的行为，我感测到的环境的变动，一边在走，一边在动，然后一边呢去提升我的 agent program 的效益。好，像刚刚前面讲到这里为止，这都是说我已经设计好一种策略，它就是能够最大化整体的效益的。那这个策略一用了之后呢，我 agent 就一直用这个策略。可是如果是 learning agent 的话，意思是说，我可能一开始有一个初始的最大化效益的一个策略，可是随着时间的演变，我可能环境的参数会变或者说我接受到更多额外的讯息，那我可不可以自动去学会去更新我的这个 action 的策略那所以说呢，它就是会有一些 learning 的一个功能好，那所以底下是一个示意图啦，就是说我接收到这些特定的环境的讯息之后，那以及我做了哪些事情之后，我有一个叫做 learning element， 我有一个 performance element learning element 就是负责动态的调整我的这个这个 agent program 那 performance element 呢也有可能会变动，比如说随着时间的演变，
我的效益的这个运算的方式也有可能跟着变啊。那这个呢，到了 Learning Agent 这边就已经开始就已经比较接近我们近代的 AI 在讲的事情。我们上周也介绍过 AI 的历史嘛，对不对？真正 Machine Learning 进到真的变成是我们的这个大众的面前啊，大概也是1990年代Machine Learning 那这时候就是开始进入了这个 Learning Agent 的一个时代好，那所以以上呢，这是第2章的后面后半段那它简单的就是把这些不同的 agent 做一个分类那这都讲的还是非常非常的 high level， 距离你真正去开发它都还蛮久的。OK， 好，那所以我们讲过说，第1章跟第2章就是聊聊天的接下来就开始，没有那么聊聊天了没有那么聊聊天了。好，那而且其实你如果有看过我们这本教科书的话，你就知道说它很厚嘛，它讲的内容很多，所以其实我们这里的投影片这门课我已经教了好几年了嘛，好，所以我就是每年一直在做精简就是精简再精简浓缩再浓缩就是讲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先把前2章讲完。好，来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场的同学，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休息10分钟再回来我们等一下开始进入第3章。
好，来，我们回来上课了。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3章。好，第3章呢讲的是 solving problems by searching， 也就是说，利用搜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某一些问题可以利用搜寻的方式来解决，那很多不行。但是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过这个 goal-based agent 嘛，它能够因为它有一个目标，所以说呢，它可以考虑到未来的，就是说我做了某一个动作之后，它对于未来的离我的目标近或不近，或者是说我对于未来目标的这个不是效益，就这个分数有多高。好，那我们在这一章呢，就要先讨论一个比较简单的 goal-based agent， 那称呼叫做 problem-solving agent。好，那一样的呢，你只要是在处理一个 agent 呢，你就要定义它的 PEAS 这些东西。好，那在我们这一章里面所探讨要解决的问题呢，它的答案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动作。OK， 我们会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们要去做一系列的动作来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要去找到所以任何的一个 solution， 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是去找到这一系列的动作应该是什么。那所以这里就提到说，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去做一个搜寻，因为我们假设有5种动作可以做，那我在第一个时间有5种选择，我到了第2个时间也有5种选择，到了第3个时间又有若干种选择，所以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广大的一个序列的空间当中，要找到一条最好的序列来达到我的目标。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一个搜寻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主要呢会用这个例子来讲。这是一个什么例子？我们其实等一下呢会连续介绍几个例子，其中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它其实是一个罗马尼亚的一个地图，一个简化的一个地图。好，那刚好呢，罗马尼亚的这里面的主要的都市它刚好这是故意设计过的就是说它这个城市的名称呢，开头刚好差不多从 A 到 Z 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从 Arad 就是 A 这个都市我们要走到 B 这个都市。好 ，B 这个都市 Bucharest 就是罗马尼亚的首都啦。好，我们现在要从 A 这个都市走到 B 这个都市，那我们怎么走我中间的路径所花的 cost 会最少？好，你可以看到说呢，在城市跟城市之间，如果可以走的话，它中间有一个 cost， 比如说从 A 走到 Z 会75的 cost，A 走到 S 会有140的 cost， 以此类推。那所以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要从 A 走到 B 之外呢，我们可能还希望我们经过的这些路径的 cost 的总和要越少越好。好，那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新介绍的一个问题。那如果特别的，我们来把这个 PEAS 定义清楚的话，那首先呢，我的 state 一开始呢，我就是我都是从 A 这个都市出发，Arad 出发。那对于你如果是在 A 这个都市的话，你可以做的动作就是你走到 S， 走到 T 或者走到 Z 嘛，因为你看着这个地图，你从 A 出发，你可以走到 Z， 也可以走到 S， 也可以走到 T。好，这就是你在这个状态下你可以做的动作。那结果呢？比如说你从 A 出发，你要走到 Z， 那你预期可以达到的结果就是你就走到 Z 这里。所以这是一个 transition model， 就是你做的这个动作，那它就一定会到 Z 这个都市。
啊，你会想说这不是废话吗？啊，不然呢？好，那这是因为在往后未来的内容里面，我们会提到有一些你在做了某一个 action 之后呢，它是 stochastic， 也就是说你想要往右边走，它最后造成的结果，也许有80%的状态它真的往右边走，可是有剩下20%的状态可能是跑到其他地方去。好，这个在现实世界当中也是蛮常见的，啊，也是蛮常见的。好，但我们现在先把问题简化，只要你叫它从 A 这个地方出发走到 Z， 它的下一个状态就一定是会走到 Z， 这样。好，那 Goal Test 就是说我这到底有没有已经走到我的目标了呢？那我的目标就是 Bucharest 嘛，啊，我是不是已经走到 B 这个城市了？啊，如果是就 Return True， 啊，不然就是 False 这样子。那你走的路径呢？沿路每一条路径都有一个 cost 啊，所以呢，我这整个 PEAS 里面呢，我在衡量它的 performance， 我是根据这个 past cost 来决定啊。那么这个问题的一个 solution 其实就是怎么样叫做一个这个问题的 solution 呢？它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动作嘛啊，比如说我可以先从 A 走到 S。再走到 R， 再走到 P， 再走到 B， 我就达到我的目标。但是我要付出的 cost 就是我这边的路径140加80加97加101嘛。那我也可以先走 A 到 S， 再走到 F， 再走到 B 也可以啊，这都能够让我抵达我的终点啊。不过 cost 可能不一样。好，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在未来的讲解里面也蛮常出现的例子，叫做这个 8 puzzle problem。好，那底下这个字很多啦，但简单来讲，这个游戏很简单，就说它是一个9宫格，好，那其中呢有8块积木，好，放在然后这个8块积木呢个别有自己的编号，好，然后我中间呢就是没有积木这样。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我随机的把这8块积木摆在9宫格的这周围，然后呢，要你去移动这些积木，让它最后变成是这样，依照这个顺序，1、2、3、4、5、6、7、8排好，好，所以这就是我的目标。OK，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 state 是什么？就是任何一个在这9宫格里面的这8块积木的摆放方式嘛。好。那我可以做的 action 是什么？我可以做的 action， 理论上这个 action 就是，比如说我可以把3号往上移，对不对？我可以把6号往左移，2号往下移，什么之类的嘛。好，那但是更聪明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可能会是说，你把空白也当成是一块积木，你就是说你是把空白往下移，就相当于你把3号往上移的意思嘛。好，所以你定义你的 action 是从空白的这个视角来定义，这样子会更简单清楚。好，那 transition 就是你空白往下移，就一定造成3号会跑到中间去啊，这没什么问题。那 goal test 就是说你移来移去之后呢，你最后有没有变成像右上角这样子的状态嘛？啊，那 cost 呢 ？cost 就是说我可能尽可能的移越少次越好 ，OK 啊，这个就是 8 puzzle problem 啊，这个还蛮常见的嘛，这种游戏啊，我儿子在玩那个什么华容道啊，也是一个木板在那边移来移去这样子啊。那下一个也常见的未来会当范例的一个问题是 A Queen problem 啊，8皇后问题啊，那这个就是西洋棋里面的皇后这个棋子啊，皇后这个棋子很强。它可以攻击跟它在同一列、同一行以及同一个斜线上面的其他的棋子。OK， 好，所以这个 A Queen problem 其实就是说，我要在这个棋盘上面摆8只皇后，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不会互相攻击。这是 A Queen problem。那你要怎么摆会最好？或者说你要怎么摆，你可以让它彼此会攻击到的那个 pair。会越少越好，这样。好，那所以 state 呢 ？state 当然就是any arrangement of 0 to A queen， 因为它一开始的是一个空白的棋盘，好，所以空白的棋盘也是属于一种状态嘛。
那我就先放下第一只 queen， 看你要放在哪一个位置啊，然后再放第二个 queen 啊，依序把它放进去。所以任何的一个盘面都属于是它状态的一种嘛。啊 ，initial state 就是一个空白的棋盘 ，action 就是你摆放上去。好，所以这边呢越来越抽象，就是你摆在一个目前没有摆放棋子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你的 action。跟刚刚不一样，刚刚是还有什么左右上下移，有没有啊？或者说往哪条路走？现在没有，现在的 action 就是你摆在一个用口语表达，你摆在一个目前空白的位置上，这样。那 transition model 当然就是你摆在22这个位置，就是22那个地方有一个 queen 这样啊。那 goal test 呢，就是摆了8只黄后上去，然后呢彼此之间没有互相攻击，啊，这是 A queen problem。啊，那在现实以上这三个 problem 呢，都是我们在 AI 课本里面拿来介绍一些基本演算法常见的这种 TOEIC problem 啊。那当然，在实际的现实世界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的问题啦。啊，大家以前如果修会演算法的话，就有看到，比如说会有 routing 的问题啦，啊，什么 traveling salesperson problem 啊。这个什么销售员的问题，就是有哪些点你一定要走，然后你每一个只能够拜访一次啊，什么之类的。好，然后 VLSI 的 layout problem 啊，或者是 robot 啊，这个navigation problem 啊，你在一个楼层摆一台自走车，那我要如何去自动寻找路径啊，什么等等这些。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从罗马尼亚地图这个问题来看一看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从 A 走到 B 嘛。好，那我们要如何来表达？我们要如何有系统的来找到一个好的 solution 呢？好，以这个从 A 走到 B 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可以把这整个的状态表达成一个 tree， 它就是一个 search tree。因为呢，你从 A 出发，你可以走到 S 或 T 或者是 Z 嘛。那你如果走到 S 的话，你再从 S 出发，你可以往回走到 A， 也可以走到 F， 也可以走到 O， 也可以走到 E 这样子。所以你从起点出发，一路再往下走，你的可做的、可以寻找的、可以做的路径，其实可以表达成一个 tree。对吧？啊，这是一个你如果有修过演算法，这是很简单嘛，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去思考它。那这是从 A 走到 B 哈，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假设刚刚的那个 8 puzzle problem 啊，其实它也可以整个这个找寻解答的过程呢，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tree 的过程。啊，所以比如说今天我在这个 tree 里面的某一个 node， 它代表的就是一种状态嘛，比如说是这种状态，哎，那这种状态，我就要去定义说，它往下走可以走到什么状态？它所谓的往下走，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空白在这里嘛，我要么空白往左走，要么空白往下走嘛，所以它底下有2个可以走的路径，对不对？那再来就反推，今天是从什么样子的状态会变成是这个状态？啊，所以当时一定是前一个路径可能是4号在右边，空白在左边，然后移过来，或者是8号在上面，空白在下面，可能是这样。好，所以你也可以把 A puzzle problem 的这些状态的变动表达成一个 tree。OK， 好，那当然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们会觉得说，你从 A 走到 B 的这个在地图上面行走的这个情况，表达成 tree 会更为直观。好，所以呢，当我们要系统化的来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先做好 problem 的 formulation。好，那以刚刚的例子来讲，我们现在做出来的 problem formulation 就是我们把整个可以行走的路径表达成一个 tree。好，那再来，我们要去评估一个 formulation， 或者说一个演算法，它的performance 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几种不同的
观点来去评估你所开发出来的演算法到底好不好。好，第一个观点是 completeness， 意思是说呢，如果这个问题有解的话，你这个演算法是不是一定可以找到解 ？OK， 这叫 completeness。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问题可能没有 solution， 没有解啊。那 completeness 指的是只要它有 solution， 它就已经找得到。OK， 这叫 completeness。然后再来第二个，如果我找得到解的话，我的这个策略，我找到的是不是最佳解 ？optimality， 啊，我找到的是不是最佳解？所以我们当然一个好的演算法，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只要有解，它一定找得到，而且它找到的最好是最佳解啊。然后再来下一个评估方式是它的 time complexity 怎么样？哎，我是不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才找得到最佳解，或者找到一个解？以及 space complexity， 你要花多少 memory， 你才能够去运作你的演算法，你才能够找到解。好，所以可以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去评估演算法。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几个演算的策略，搜寻的策略。最简单的一种呢，叫做 uninformed search。uninformed 就是你看这个英文名字，就是没有被通知，没有被额外赋予资讯的搜寻啊，又称为是盲目的搜寻 （blind search） 啊。那这种策略呢，它没有额外的资讯，除了我感受到的目前的状态之外，我没有其他额外的资讯。那他们能够做的呢，就是 generate successors and distinguish a goal state from the non-goal state。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好了，我现在走到某一种状态，那我知道我可以做几种 action， 我就把这几种 action 我都试试看，然后去看看说我的状态怎么变，然后呢去确认一下说，哎，我现在我做了某个 action 之后，我得到的那个新的状态是不是已经是我的目标了？好，这叫 uninformed search。好，那所有的 search strategy 呢，如何去区分不同的搜寻的策略呢？它跟你的 node 的这个拜访的或者是延伸的这个次序来有所区别。好，那相较于 uninformed search， 当然另外一个有额外资讯的就叫做 informed search， 好，或者是 heuristic search。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比如说，我们来讲一个很常见的 uninformed search。好，我们现在一样是在处理从 A 走到 B 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走的路径可以表达成一个 tree 了嘛？那我们如果要找到一个解的话，我们要找到一个解，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从 A 走到 B 的话，有一种策略就是 BFS，Breadth First Search， 对不对？这个大家应该只要是电机资工的同学，就演算法都学过嘛，对不对 ？BFS 啊，就是所谓的宽度优先的搜寻法。那简单来讲呢，就是说我现在从 A 出发，那我可以走到的就是 S 跟 T 跟 Z 嘛，那我就是都在这个 tree 里面呢，我就把这3个 node expand 出来，然后看看说，哎，这3个 node 有没有谁已经是我的目的地这个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啊，有没有谁是 Bucharest 呢？没有。好，没有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先选择，比如说我先选择 S， 我再从 S 这边呢，再去拓展出 S 可以往外走的那些啊，就包含的有 A、F、O 跟 E 的样子，还是 R， 看不清楚 R 的样子。OK， 好，那再看看说有没有谁是我的目的地啊？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接下来要展开的是 T 这边的可能可以行走的路径。好，这个就是所谓的 BFS， 最主要的就是它会把同一层的深度是同一层的 node 优先展开，所以说它刚刚展开完第一层之后，展开出 ST 跟 Z， 第二层我展开出了 AFO 跟 R， 接下来它都还不是我的目的地嘛，我接下来要展开的呢，不是这里的 F 继续往下展开，或者是 O 继续往下展开，它是先选择我现在同样是在第二层里
面的 T 可以走出来的这里的优先把它展开。我会优先的先把同一层的先展开，所以它才叫做 breadth first search 宽度优先的展开方式。那底下呢，这是一个示意图这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看过。先 A 展开出 B、C， 这是同一层 ，B 跟 C 一起展开，然后呢 B 再展开出 D、E，C 再展开出 F、G， 因为它要把同一层的都全部都展开过，这样子。好，这是广度优先的。好，那做一点点分析啦。假设平均而言呢，在每一个 state 都有 B 个 successor， 也就是说，平均而言，每一个 state 都可以展开出 B 个 node。那所以如果这样呢，我展开一层就是展开出 B 个 node， 然后呢，到了第二层就会有 B 平方这么多个 node， 到了第三层就 B 的3次方这么多个 node， 对吧？所以整体而言呢，我如果往下展开出 D 这么多层，那我 total 的 node 就会是 B 加 B 平方加 B 3方，一直加到 B 的第次方嘛，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我所需要展开出来的 node 的个数那这个就是 Big O B 的第次方。OK， 好，不知道 Big O 是什么的，就你线上的同学或现场的同学，你如果不是电机资工背景的，就是你有兴趣，你再去修演算法。好，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 complexity 的一个表示方法简单来讲呢，它就是需要展开出这么多个 node。简单的一个分析。那这里有一个例子啦，就是说假设平均每一层都可以展开出10个 node， 那你展开出2层、4层、6层、8层、10层、12、14、16，你要展开出来的 node 有多少你要花多少时间？你所需要的 memory 是多大？这样子那这当然可想而知，这个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指数的一个成长这是 BFS。好，那这是一种uninformed search 的一个 strategy 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演算法。你可以借由这样子一路这样展开下去之后呢，总有一天让你展开到 Bucharest 那一个 node 为止，那你就找到一条路径所以我们刚刚这样讲，这里一路这样往下展开，总有到某个时间点，你就会展开到 Bucharest 那个 node， 然后接下来你就从 root 从头一路这样走到 Bucharest 的那个 node， 那个就是你的一个解，这样理解吗？所以只要有解 ，BFS 这个演算法，它就会帮你找到那个解。不过，它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这一页这里所说的因为它展开是这样子的，随便展开，所以在你非常非常你非常倒霉的情况之下呢 ，in the worst case， 假设你真的展开到10个，就是展开出10层，才终于展开到 Bucharest 的话呢，你就需要展开10的10次方这么多的 node， 花了3个小时，10个 terabyte， 你才能够终于找到 Bucharest， 然后你才能够找到从 A 走到 B 的那条路径。In the worst case， 最糟的情况下是这样。当然你也可能很幸运就是到了第2层这里，搞不好某一个人，比如说 Z 这里就直接就接到了 Bucharest， 也不定，说不定也有可能好，那当然了，这只是最简单的演算法。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改进一点的啦，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变形叫做 Uniform Cost Search。这个这个英文拼法跟informed search 很像只差一个字母而已。这叫 uniform cost search 这是在 AI 领域是这么称呼它。那如果在理论的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领域呢，其实这个就是Dijkstra algorithm Dijkstra algorithm。好，那这个 uniform cost search 呢，它是 expand the node and with the lowest past cost GN， 也就是说我在展开的时候呢，我会考虑到说我展开时候我所需要的 cost， 那我希望尽可能的每次都挑那个 past cost 最低的那个来展开。OK， 好，所以呢 ，the algorithm test for
test for goal only when it expand the node, not when it generate the node。好，所以它其实是到了某一个状态来讲，它是去试着展开出底下可能有几个 node， 那我就会看一下我展开这个 node 是不是我的目标，好，等等的。所以这里有个例子啦，假设呢，今天你已经走到 S 这个 node 了，好，那接下来你要往下展开，你可能可以展开 R， 也可以展开出 F。好，但展开 R 的话呢，这里的 cost 是80，展开 F 这里的 cost 是99。好，那我就选择展开 R 嘛。好，然后呢，我展开之后呢 ，R 它接下来就一定是走这一条，因为它只有一条往外的路 ，R 一定要走到 P。好，那80，所以你肯定接下来的 cost 就97嘛，所以80加97，你到了这个 moment 了，80加97就会比99来的大哦。所以到了下一个时间段，我就会选择，我接下来要 try 这个，我要从这里展开99。但是你展开99，你接下来 expand 过后的是211嘛？好 ，expand 211到了这个阶段了，你展开出第二阶段，你展开出99，那接下来就是211，你这个加起来又超过了底下的这个1号的这个路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下一步你要展开的，你就不是再从刚好这里是不加 rest 了，好，它已经是结束，要不然你就不会选择从这里再继续往下展开，你会选择从这里再往下展开，所以呢，你就选择是这一个来展开。好，重讲一次，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你在进行展开的时候，你如果80跟99比起来，我当然选择80这个嘛，对不对？好，那选择80这一个，那接下来呢，我就预知80接下来再走要走97，所以呢，我的下一步并不是说我把P 这个程式一路往下展开走到底，没有，我不选择这么做。这时候呢，我选择退缩，回过头来从 S 这边展开过来。也就是说，它不是 DFS， 不是深度优先的展开，也不是纯粹的广度优先的展开。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是广度优先的展开，就是它会直接就展开 R 跟 F， 然后呢 R 呢就会连 P 跟所有能够从 R 出去的全部都展开，都展开完了之后，再从 F 这里全部都展开。好，但是它现在这里多了一个心思，就是说我每次在展开到这边的时候，我会考虑一下整体而言，我现在展开出去的整体而言的那个 pass cost 是不是够？我永远都只取最低的那个 cost。好，举个例子，因为这图这样的话，大家容易有点 confuse。你可以这么想，回到这张图，今天我已经展开到这边了。那我接下来如果是 BFS 的话，我就一定是从 T 这边往下展开到这里。可是如果是刚刚的那一种 Uniform Cost Search 它有机会是我展开完 S 这边之后呢，我可能发现我从 Z 这边跟它接下来的这个 cost 整个加起来，会比刚刚我先走到 S 再走到 F 来的更低，那我就会选择从 Z 这边往下先展开。就是多了这一个心思在里面。好，这个就是所谓的 Uniform Cost Search。好，那整体而言呢，他说 Uniform Cost Search 呢也是它基本上它是 optimal， 它如果有最佳解，它会找到最佳解。然后因为它永远都是在任何的某一个时间点都是挑 cost 最低的那个再下去展开，这样。好，那所以他就说它是 guided by past cost rather than depth。它不是根据到底我是不是要先展开，我不是根据深度。像刚刚的 BFS 是就是无脑的，我就一定要把第二层全部都展开完。那说不定像刚刚这边，我如果走到 S 这边，然后我再走到 F， 如果是 A 走 S 再走 F， 它的整体而言的 past cost 都还低于 A 走到 T，A 走到 Z 的话，
那我就顺势我就继续再从这里 F 这里再继续往下展开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优势的地方。好，那这个就是 Uniform Cost Search。好，那另外一个对比的就是所谓的深度优先的 Search。那深度优先就是我只要有一条路，我展开之后呢，我就一路走到最深的位置。所以这是一个示意图嘛。第0层，然后先展开出第1层 B 跟 C， 然后呢，接下来我走到 B 的话呢，我展开出第2层，就是有 D 跟 E。好，然后呢，我走到 D 跟 E， 我就要一路走到我在走到 D 这边的，一路走到最深层的地方，所以我会优先的先把 D 这边的 H 跟 I 先展开，然后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到 Bucharest， 是不是已经到 B 这个我的目的地城市的。如果还没有，如果还可以再继续往下展开的话，它就一路再继续往下展开。好，总而言之呢，假设它最深就是有1层、2层、3层、4层，最深就4层好了。它会先把就是某一条路径的第4层都展开完之后，再回来这里的第3层，再去展开出下面的第4层，这个就是 DFS。啊 ，DFS 啊，一路走到最深处这样子啊。所以不管是 DFS 或者是 BFS 啊，广度优先的 search 或者是深度优先的 search， 他们的搜寻或者 expand node 的这个次序啊，都跟我的深度有一个密切的相关。好，有一个是要一路走到深，有一个是我坚持一定要同一层的全部 expand 完这样子。好，那这个 DFS 的 time complexity 呢 is bounded by the size of the state space 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深度最多是到怎么样哈？那一个深度优先的这个 DFS 啊，may generate all the big O B 的 M 次方，如果 M 是 the maximum depth of the node 哈，这边就是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啦。啊，你如果不是电机资工背景的哈，这里在做一些complexity 的分析。OK， 好，那 M is the maximum depth of any node. M can be much larger than D. D 指的是 the depth of the shallow solution. OK， 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在讲的是说哈，如果你用 DFS 的策略的话，有一种最倒霉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其实呢，你的目的地其实在，比如说在 G 这个地方，其实 G 就是你的目的地了。好，那但是呢，因为你是深度优先嘛，所以你会一路 expand A B D H， 然后 A B D I、A B E J、A B E K、A C F L， 一直到这边为止都还没有看到我们目的地哦。A C F M 全部都 expand 完一轮，到了 A C G R，G 就是我的目的地。好，那你前面这些 expand 都浪费了啊，这当然是很倒霉啦。就是说，你有可能会遇到，如果刚好你的目的地其实在很浅的地方就达到你的目的的话，那你前面的那些 expand 啊，在那边深度的 expand 其实就是浪费掉，这是有可能的。所以 BFS 跟 DFS 各有它的这个优缺点的哈。那但相对来讲，比如说 DFS 跟 BFS 比起来啊，它的 space complexity 就比较优啊，因为它每次只需要记录我在这个 tree 里面的其中一条路径走到深这样子而已嘛。好 ，needs to store only a single path from the root to the leaf, along with the remaining unexpanded sibling nodes 啊。我这个旁边的分支邻居稍微记一下，但是我只需要最主要是要记录这一路走到深的这一条路径就好了。那如果是 BFS 呢？BFS 就是我同一层的，我都坚持要一起要 expand 完嘛，我全部都要记录啊。所以这个DFS 的这个 space complexity 就比较低啊，比较好。OK。好，那所以有 BFS、DFS、Uniform Cost Search。好，那还有很多其他变形啊，比如说有一种变形是，你如果很害怕说你一路走到深，
走到很深，那要是它 tree 可以走到很深啊，要是我的目的地又不在那一边，那我真的就是纯浪费。所以有一个妥协的方式，就是说，我就规定它每次 search 最深不可以超过多深，这样子啊，这个叫做 depth limited search 啊，你最多就走到 L 这么多层这么深啊。那但是你给的这个限制，你要付出代价啦，这个代价就是 incompleteness 啊，像刚刚的 BFS、DFS 跟 Uniform Cost Search 这3种演算法都是 complete， 也就是说，只要有解，它一定找得到解，只要花多少时间跟多少 memory 的问题而已嘛。好，但是呢，你如果是 depth limited search， 你规定你就是一定要在中间，你从 A 走到 B 中间一定不能够走超过三段不同的程式。你如果给他这个限制，他可能完全找不到解，因为从 A 走到 B，说不定要必须途经5段不同的程式啊。但是如果你的 limit 设计成3，那你就永远找不到解，所以它有可能是 incomplete 啊。那而且它也有可能是，当然 incomplete 就不是 optimal 啊。OK， 那但是它还是有用的。有的时候啊，如果你已经对这整个问题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你有一些基本知识的话呢，比如说你已经知道在罗马尼亚里面的任意2个都市中间所需跳过的那个所需经历过的城市绝对不会超过9个的话，那你的这个 limit L 就可以设计成9，这样子。那就也应该避免 cycle 的情况出现啊，这些好，那也可以这么做啊。比如说，我是 iterative deeping DFS， 它是一个 iterative 的一个慢慢的把深度往下加。好，你刚刚讲说这个深度有限制的低 depth limited search。你受了这个 L 这个深度的限制，可能找不到解嘛？那没关系，我为了要同时维持我的这个 time 跟 memory 的这个有效程度，我就慢慢的加深我的深度嘛。好，比如说，我一开始规定呢，我的深度只有1啊，再来看看有没有找到我的我的目的地嘛？没有，我就把深度提升到2。再试一次，再跑一次 DFS， 啊，再没有，我再加到3，再跑一次 DFS， 这样子，啊，一直加到，搞不好加到5，我就找到我的这个目的地了，这样子，这个叫做 iterative deeping 的演算法的iterative deeping DFS 这样子，好，那它的好处是说结合了 DFS 跟 BFS 的个别的好处啊。因为 DFS 呢，它是属于 space complexity 比较低的，好，那 BFS 呢，可能是，比如说如果你的答案是在比较浅的地方就会出现的话，它会比较快找到，好，那 iterative deepen 有一点融合了 DFS 跟 BFS 的那种感觉，好，那只是。聪明如你啊，你大概会想说，有比较好吗？比如说这是一个示意图啊，你如果说你的 limit 设计成1，就代表说你只能够 expand 1层 ，limit 设计成2，你顶多就是 expand 出2层 ，limit 等于3，你就 expand 出3层。好，那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傻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 expand 3层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动作，其实我当时在 expand 2层的时候都做过了嘛，那我不是重复做了吗？我不是浪费了吗？有这种疑虑吧？好，的确，直观上来讲，的确有这个疑虑，而它实际上也真的，它有点就是重复的，比如说，你看这个 subtree
其实在刚刚这边，其实相对来讲，这里可能都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情了。好，对，是有点浪费。好，但是呢，它的浪费呢，其实不如你直观上浪费的多。啊，怎么说呢？因为啊，当你随着你的这个限制，你的这个深度的限制 L 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其实用来做 expansion 所需花的力气呢，主要都是花在最深的那一层。就以这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深度的限制最多能够 expand 到3层嘛，其实它花在 expand 第3层所需的时间跟 memory， 其实已经占整个过程的很大一部分。那我的确我承认，在早期的你从 root 这边 expand 第1层跟 expand 第2层这边有一些动作是我在 limited 等于2的时候是重复的，是浪费的，没有错。早期的这些动作是浪费的，但他现在告诉你的是说，当你的深度 L， 你的限制是比较多的时候，其实他花的大部分力气是在底下这里。所以相对来讲，这个浪费并不是那么严重。但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它的浪费有浪费，但是这个浪费的比例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原因在于它主要的力气会花在 expand 最深的那一层，这样。好，他只是告诉你这件事了。好，那所以我们就介绍完这个 BFS、DFS 啊什么等等相关的变形，还有一个变形，这个我呢从 A 要走到 B， 是不是？事实上我也可以从 B 走到 A 啊。如果今天我从2地同时出发 ，A 就尽可能的去找走到 B 的路径，而我从 B 这个地方呢，我就尽可能去找从 B 可以走到 A 的路径，可以吧？大家各自努力，同时做，那我就希望这中间找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点，刚好他们找到的路径交汇，一交汇，我是不是就找到了一条从 A 走到 B 的路？对不对？那这样有没有比较快？理论上有比较快因为呢，为什么会有这一类的演算法呢 ？motivation 是说 B 的d 次方加上 B 的d 次方，这个 complexity 是比 B 的d 次方小很多的。所以理论上的确是可以嘛。最近那个什么淡水到巴黎的大桥，不是刚接起来吗？那一边从淡水弄过来，一直从巴黎弄过来，然后中间接起来，这样子事实上很多的隧道什么雪山隧道什么海底隧道都是这样的，它施工都是2边同时进行，然后往中间一路挖一路建，然后最后接起来，那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所谓的 bidirectional search， 对吧？听起来蛮厉害的，对不对？好，但其实这一类的问题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这么做因为重点在于如何做 backward search。OK， 如果以刚刚的罗马尼亚的那一个例子，地图的例子来讲 ，OK， 可以，完全没问题，因为你从 A 走到 B， 跟你从 B 走到 A， 你所做的这整个演算的方式，你只要有了那个地图之后，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没问题。好，那所以罗马尼亚的地图问题呢，没有问题，你可以用 bidirectional search。puzzle problem 好像也可以。puzzle problem 指的是就是那个9宫格移那个木块的那个例子嘛。好，所以呢，你可以从最后的你要的这个结果，就是在左上角是空白，然后接下来就是由左到右，由上到下是1、2、3、4、5、6、7、8。你从那边开始去移动你的空白的木块，跟你随机从某一个地方去移动
去开始，然后去移动空白的木块，你可以双边同时进行。走到某一种状态下，可能会发现，我从目的端走到某一种状态，跟开始端走到某一个状态，最后聚集在刚好它有一个交集之处，那我就开通了整体而言的这个整个变动的情况了。好，所以 A Puzzle Problem 跟罗马尼亚的地图这个呢，都可以用 Bidirectional Search 啊。那但是呢，有一些问题就不行了，比如说今天那个八皇后问题，八皇后问题的目标是什么？是一句话，一种状态，一种相对虚拟的抽象的状态，就是什么八只皇后落在棋盘上，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互相攻击，像这种你就很难做什么 backward search， 你能够做 goal test， 但是你很难做 backward search 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bidirectional search 呢就很难使用在这一类的问题上，这样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叫做从刚刚前面一大段走到这里为止呢，我们讲的是所谓的 uninformed search 或者是 blind search 啊，就是盲目的搜寻的意思，没有额外资讯辅助的搜寻的意思。OK， 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Slido 上面有没有问题。Share homework one file to other satellite technology university teacher。好，这个没有问题。事实上呢，应该是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叫做卫星课程的老师跟同学，其实也可以到我们这个主导课程的页面来看到我们 announce 的作业，然后这是一件事，所以本来就应该可以搬得过去的哈。那如果不行的话，另外一个事情是，其实 NTU Core 的团队，或者是说我们 TAIKA 课程的联盟的团队，好像会自动帮我把这个作业的相关的资讯会 copy 到卫星课程的 NTU Core 页面上。好，我可以再确认一下这件事，但是我印象中之前跟他们开会，他们是有这么讲的。好，所以他们会帮我把作业一也 announce 或者是搬到卫星课程的 NTU Core 页面上。好，谢谢。推荐的课后练习题没有好，这边没有什么练习题推荐好，我在另外一门课有这么做啦因为另外一门叫线性代数有这么做，但是我们这门课是属于相对比较 free 的比较没有那么 organized 的这个什么课后练习题比较没有所以不用担心还没有等到 NTU Core 邀请信导致 miss 掉第一个作业。应该是不用担心，主要如果你真的有修，那真的万一到了那个要缴第一个作业的时候，你都还没有 NTU Core 账号的话，那反正你就直接 email 给助教嘛，那我们就会把你这个作业收进来，那一样会给你分数。那等到你在 NTU Core 上面有账号了，我们就会一样会把这个分数输入进去，这样子好。那所以类似的问题没有收到邀请信的要如何处理作业？我一样，我同时也会把作业放在我的个人的网页上，所以你可以先从个人网页上看到它的说明，还有那个 template 就是 CVPR 的那个 template 这样子好，以上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再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会把下一个 chapter 结束
直播上面大概有多少人看得到吗？哦，可以看到，直播上面这个100多。对。关于你前面有提到那个字幕的部分，你知道我查他们 YouTube 的说明，他们是说目前只有英文的频道它才会有那个功能开放，就是你原本是英文频道，所以其实中文它放不过是正常，就是它本来就没有提供这个部分。OK， 好，谢谢。好，来，我们回来了。好，来，我们接着呢要继续来讲，我们刚刚前面讲了 uninformed search 嘛，那接下来对比的就是 informed search 是怎么回事？好，那 informed search 呢是说，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之下，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它一些额外的资讯的话呢，我们可以借用这些资讯来辅助我们更有效率的找到我们的解答。好，那这些所谓的额外的资讯或者是提示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所谓的 heuristic function 来表达它。我们就是一个 h of n。那这个 heuristic function 呢，通常可以帮助我们去预估，今天我们从某个点出发到我的目的地，这中间的可能的这个 cost 最低的 cost 有多少？这个就是所谓的heuristic function。再讲一次，我们如果有某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走到比如说 S 这个城市好了，我们有某一种方法可以去预估从 S 这个城市到 B 这个城市的最少需要花的 cost 有多高。有了这个额外的资讯的话，它有机会帮助我们去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决策。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里。比如说这里，假设呢，我们除了原本那个罗马尼亚的地图之外，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是底下这个表。这个表表达的是罗马尼亚里面 A 到 Z 的这些都市距离 Bucharest 的直线距离。比如说 A 到 B 的直线距离366，C 到 B 的直线距离160什么等等这些。好，那这个是直线距离哦，这并不是说我沿着高速公路走是要花这些 cost 哦，它指的是我在地图上面我画一条直线，我的直线距离。所以这个直线距离呢，已经是你从366已经是从 A 走到 B 的最短的那个距离了。假设你知道这件事，那它对于我们去找解答有什么帮助呢？好，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 heuristic， 我们就可以去做所谓的greedy best first search， 就是我们每次挑我们都挑这个heuristic 直线距离最低的那一个来 expand。好，所以比如说一开始呢 ，A 开头 A 这个都市呢，它距离我的目标366嘛，那从 A 去 expand 出去有 S 跟 T 跟 Z。那我已经知道，我额外已经知道说 S 到 B 的直线距离253，T 到 B 的直线距离329，Z 的话呢是374，所以我就选择先展开 S。好，那 S 往下展开的话呢，有 A、F、O、R。F 的话呢，我知道 F 它到 B 的直线距离是176，所以我优先选择用 F 来展开。就这样，等于说它多了一个额外的资讯，帮助你优先去展开某一些 node。好，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这样子的做法跟刚刚的 BFS 差在哪里？刚刚的 BFS 呢，它在展开完这里的 AFOR 之后呢，它没有那个机会先从 F 往下展开，没有，因为呢，它要先从 T 这边再展开出第二层的所有的 node， 对不对？这是 breadth first search 的策略是这样。那它跟 depth first search 比起来呢 ，DFS 比起来呢，跟 DFS 比起来，如果你 S 已经展开出 AFOR， 那接下来它要展开的其实是从 A 再继续往下展开它不会有那个机会是你优先从 F 往下展开。所以这个就是差距所在它等于说它多了一个额外的资讯它突然有了这个 heuristic function 来帮助它，来导引它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呢，这样子的方法呢，它找出来就会是我从 A 走到 S， 再走到 F， 发现呢 F 再继续往下展开，这里的 B Bucharest 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地嘛，所以我就可以找到一个解哦。我先从 A 走到 S， 再走到 F， 然后再走到 B， 这个就是我可以从 A 走到 B 的一个解。但是这个解它其实并不是最佳解，并不是最佳解。因为实际上我走到 S， 再走到 F， 再走到 B， 它会比我从 S 走到 R， 再走到 P， 再走到 B
来得更远，来得更远。好，所以这其实就是 Graded Best First Search 它的一个问题。它虽然是 complete， 但是它不是 optimal。OK，complete 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如果有解的话，它找得到解，但它找到的不见得是最佳解。好，那我们也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如果我有一个好的 heuristic function， 它其实可以让我更有效率的找到解答。好，那底下就要讲一个再改良的一个版本，叫做 A Star Search 那 A Star Search 其实它非常的有名它也是 one of the most well known of best first search， 它也是属于这种优先你只要你的解够棒优先够棒的，我就会优先选它。这一类型的就叫做 best first search， 好像刚刚的这种也是嘛，这是所谓的 greedy 的 best first search 那 A Star Search 呢，其实跟刚刚很像，不过它整合了更多的东西。它就是说我除了考虑这个 heuristic 之外我还考虑之前从 root 走到目前这个 state 为止，我花的 cost GN 我一起把它加进来。也就是说，当我在进行 action 的这个决策的时候，我同时考虑到 GN 跟 HN， 所以我把这两个加起来呢，我是用 FN 来作为我选择走哪一条路，或者是 expand 哪一个 node 的这个依据，这样子那直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呢，我从 A 出发，那我每次在评估 A 这个距离这个goal 有多远呢？我的 cost 我预估的 cost 就是0加366， 0指的是我现在才刚开始出发嘛，所以我的 past cost 是0。然后呢，我 A 往 B 这个都市的直线距离是366，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可能是选择 expand S T 或 Z。那我如果是选择 expand S 的话呢，它的 past cost 是140，它的直线距离 heuristic cost 是253，所以加起来393。那如果是 T 这个的话呢，447；如果是 Z 的话呢，449。好，所以呢，我就选择 expand S。然后再从 S 这里的话呢，继续往下，我的 past cost 如果到 A 的话呢，646，如果 past cost 加上 heuristic 然后呢，如果是 F 的话呢，415；O 的话671；R 的话413，那就差一点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果同时考虑 past cost 跟 heuristic 的话，我 R 这条路呢就有机会胜出，所以我就优先选择 expand R。然后 R 呢，再继续往下 expand， 就会选择 P， 然后呢 P 再往下 expand， 就会就会达到我的目的地 B。所以这个是 A Star Search 的这个运作那 A Star Search 呢，它其实在很多的领域用到那也有蛮多人去做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分析那他说呢，这个 A Star Search 他找到的会是 optimal 的 solution， 他会找到最佳解那底下2页投影片的讨论呢，就偏向理论就说呢，我们要去证明一个演算法它是 optimal 的，那它就必须得要符合2个条件，一个是 admissibility， 一个是 consistency。所谓的一个 function 是 admissible， 指的是 the first condition we require for optimality， 怎么样要确保它找到的解会是最佳解呢？首先我们要先确保这个 heuristic function 是 admissible。什么叫 admissible 呢？就是说它永远不会过度预估抵达目的地的那个 cost， 这叫 admissible。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heuristic edge 就是什么？直线距离嘛，地图上的直线距离直线距离已经是最短的了啦所以它永远不会 overestimate 我从某一个 state 到我的目的地的这个 cost， 所以它符合 admissible。 另外一个条件是 consistency 有时候又称为是 这怎么念呢？ monotonicity
这是单调性或者是一致性啊。那什么叫做这个 consistency 的特性呢？一个 heuristic 它符合 consistent， 如果 for every node n and every successive n prime of n generated by an action A, the estimate cost of reaching the goal from n is no greater than the step cost of getting to n prime plus the estimate cost of reaching the goal from n。 讲什么啊？讲那么多，简单来讲就是底下这个式子了。好，就是我从这个点到目的地的这个 heuristic cost 永远都会小于等于我从这个点走到下一个n prime 那个点，我 n prime 那个点也会有一个到目的地的 heuristic cost， 就是 hn prime， 以及我从 n 这里走到 n prime 也会有一个 cost。如果 c 这个 cost 加上 h of n prime 这个 cost 大于等于 h of n 的话，那它就这个 heuristic 就称呼它符合 consistent。讲的好像很玄，其实就是三角不等式的意思。其实就是三角不等式，大家知道三角形一边一定小于等于另外两边加起来，对，那所谓的这一边 hn 其实就是我从 n 这个点走到目的地的这一条线，就是三角形的斜边，这一条斜边。然后呢，你从 n 走到 n prime， 这是另外一个边。你从 n 走到 n prime 这个边，再加上你从 n prime 走到目的地的这个边，不就三角形的两个边吗？两个边加起来一定大于等于第三边啊，就是符合三角不等式，就是 consistent。所以只要你的 heuristic function， 符合 admissible 跟 consistent， 那么 A star search algorithm 找到的解就会是 optimal。OK， 好，那这个只是我们简单这样子讲了哈。那当然这里有比较严谨的这个理论证明，我们就不讲这个理论证明了，我们就跳过去这样。OK， 好，那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就介绍完了啊。这其实还有下一页啊，就是说你走到 R 走到 P 再走到 B 啊，这里就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好，所以这里呢就完成了我们 Chapter 3的说明，就这样。好，回顾一下我们这一章讲了什么？讲了 uninformed search 跟 informed search。uninformed search 就是盲目的搜寻，没有额外其他的资讯。所以呢，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整个解题的过程表达成一棵树的话，相当于你就在这棵树里面盲目的去 expand 出不同的分支，然后一直走到你的目的地为止嘛。啊，那常见的做法就是 BFS、DFS 啊，然后还有一些变形，什么 Uniform Cost Search 这些啊，这些其实都是大二的时候大家修演算法应该都写过的作业，都教过的东西。好，这是 uninformed search。那如果是 informed search 呢，就是你有额外多知道了一些其他的资讯。那以我们这里的例子来讲，就是我们额外知道了罗马尼亚的空照图，以及任意两个都市之间的直线距离，我们额外多知道了这个东西。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greedy best first search， 或者是更厉害的 A star search 来找解。OK， 有没有问题？这是第3章。好，所以我们的说明呢，就是浓缩再浓缩，精简再精简啊。接下来没有问题啊？哎，是直线距离还怎么样？考虑直线距离是为了增加判断路线的方向。
我们如果额外多知道了直线距离这个资讯，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率的找到最好的那个解。对对对，直线距离是不能走的啊，但是它其实隐约提供了我们一些可行的资讯。它虽然是直线距离，可能在实际上没有一条道路是直接拉一条直线的，但是它隐约提供给我们一些往哪个方向走会更接近我们的目标，好，所以会让我们找到 solution 的过程会更有效率，这样，这就是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好 ，OK， 好来，那 Slido 上面呢有一个问题啊，之前有提到 Colab 的算力，具体来讲会如何执行呢？好，问得好。我其实本来是想说之后要公布的，就是说目前的整个策略还没有非常仔细的定好哈，但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为了要鼓励大家实际到课堂上上课，我指的是成大的学生了哈。为了鼓励大家实际到课堂上上课，我们会用抽的方式啊，你有来实际上课的呢，我们就会抽一些人出来，那我们就会给你免费的 Colab 算力这样子啊。为了鼓励大家实体来上课啊，那至于线上的同学，我觉得线上的同学就比较难操作。我先把实体上课的比较好，实体上课比较好操作。我也许是到时候进来之后，每个人手中我不知道最笨、最不 AI 的方式，就是每个人拿一张纸条之类的嘛，然后到时候就请助教来，我们这个上课都有到嘛，对不对？你现在在场的同学，你拿到号码的，然后就在一个桶子里面抽出来啊，可能抽一个，可能抽2个。然后分配几个小时的 Colab 算力，这样。好，目前在人工智慧联盟 TAICA 的这个课程联盟那边的助理已经有通知我说，可以开始给这个算力了啊。当然有一些时数的限制啦，好，但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做，好，但是可能未来下个礼拜或下下礼拜，我们可能就可以开始分发这个算力给大家用，这样用抽的方式。好，这是实体上课的。至于线上的，我觉得很难操作我要怎么抽啊？线上的同学，因为你如果是看 YouTube 直播，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我要怎么给你算力？不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学一下 YouTuber， 他们有时候在抽奖品会怎么弄啊？留言抽奖品是不是？怎么样？但留言我怎么知道你的学号？我怎么给你？我不知道那因为你又不太好把自己的个资放在 YouTube 的留言区嘛，对不对？我抽到，我可以点一下。假设我抽到某一个人 Peter 好了 ，Peter 在上面留言，我可以点一下他的名字，然后我可以得知他的 email 嘛？我不晓得，又是 Peter。我不知道，好，这个再让我们想一下，好不好？但我觉得，其实我主要的目的是成大的同学愿意来实体上课了，好，线上的同学要怎么操作？我再想想看，这个算力不是每个人都有啊，我其实是抽签的，我们也没有到那么多的算力啦，好，再让我想一想，好，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4章。好，第4章呢，一样是 search algorithm， 不过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更复杂的状况。好，从第3章来讲呢，我们看到的这些搜寻的演算法呢，它们都是设计用来说，我可以在这个一颗 tree 上面来找到我的解。好，那当你的目标是决定的时候呢，当目标已经找到了，你 expand 在那个 tree 里面走，在 tree 里面走。然后你 expand 到你的目标的话呢，那你就找到一组解了。好，
很漂亮，好，但实际上呢，在很多实际的工程问题里面呢，走到就是说你怎么去走到那个目标，那个路径啊，事实上是很难定义的，或者是说它根本毫无路径可言。比如说在八皇后问题里面，它怎么样叫做目标？我们知道 ，OK， 所谓的八皇后问题里面的目标，指的就是反正八只皇后放在8个位置，然后彼此不冲突，这就是我达到的目标。可是你这8只皇后，我放的顺序重不重要？其实不重要。我是先放第1排的那一只皇后，还是先放第7排的那只皇后？其实不重要，所以那个顺序就不重要，跟刚刚的罗马尼亚的地图那个问题就很不一样啊，所以以八皇后问题来讲，顺序就不重要，我只需要 check， 就是说我最后放完之后，它是不是属于符合我的那个要件啊？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我们需要一些演算法是完全不需要去顾虑所谓的行走路径，或者是说什么先要怎么样，再怎么样的啊，我们不需要去 worry about the path 啊。好，那所以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很重要要先介绍的一大类的演算法叫做 local search algorithm 啊，区域搜寻演算法啊。他的想法是说呢 ，using a single node and generally move only to neighbors of that node。这里的所谓的一个 node， 任何的一个 node 都代表的是我目前这整个系统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 node 这个状态有可能是就是中介的某一些状态，也有可能是其中的某一个状态，或者某几个状态，其实就是我的最后的目标状态。好，那我先从某个地方某一个 node 出发，我要怎么往下一步来走呢？如果以刚刚的 tree 的例子来讲，那就是我可以从 A 走到 S 或 T 或者是什么 Z， 它可以走的就是这几个，因为我地图上面就是只有这几条路径可以走。但很多时候在很多问题里面，我是定义不出所谓的路径的，好，所以我只能够表达说 ，OK， 这个状态在广大的空间当中，它就是某一个位置，我能够走的地方就是这个状态的周围邻居，周围的邻居这样。那我就是要在周围的邻居里面找到一个好的邻居，我往那个方向走，啊，所以它才叫做 local search 嘛，啊。那 local search 这类的演算法呢，相对来讲啊，它用的 memory 就少。为什么？因为它每次只有周围的邻居要记录，这样啊。那它通常呢，可以找到合理的一个答案啊，在广大的空间当中，还算是有效率的找到还不错的答案啊，还不错啊，还不错，并不见得一定是最佳哦，好，还不错的答案。那这个 local search algorithm 呢，常常可以用来解决一些最佳化的问题啊。只要呢，你能够在搜寻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定义出所谓的目标函数啊，那所以通常就是你要往最好的所谓的你要去评判一个状态到底有多好，是由这个 objective function 这个目标函数来定义的。好，那概念上来看，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它。好。这里这张图呢 ，X 轴代表的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状态啊。那这里是用一维来表达，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 state space 啊，可能是一个广大的、非常高维的一个空间，根本画不出来的啊。但是我们这里用一维来表达啊，代表一个示意图吧啊。所以 X 轴呢，代表的是各种不同的状态 ，Y 轴呢，代表的是这个 objective function 我的目标函数的数值。那目标函数的数值越大，我们就说它越好。好，那所以呢，当你带入不同的状态，在你不同的状态之下，你的 objective function 的 value 可能是上上下下各式各样不同的。好，那如果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去找到
能够最大化目标函数值的话，那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最高点嘛。好，这个curve 里面的最高点，这个就是我们的 global maximum 啊，最高点，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它。好，那我们怎么有效率的找到它？事实上一开始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在哪里。好，那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起始条件，我们可能是先从这个 state 出发。好，那所以就相当于是说，我们要在这个蜿蜒的曲线上面，或者是曲面上面去找到所谓的最高点。那你有可能这样啊，你可能往右走，那你就走到这边呢，你可能发现说，哎，走到这里为止，它的确我周围的邻居的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都比我来的小了，所以我就说 OK， 好 ，I'm done， 我找到最佳解了，有可能。事实上，你有可能只是找到 local maximum， 啊，这是有可能的。好，那有的时候呢，它的所谓的 maximum、local maximum 也可能也不是只有一个点，它搞不好是一个平台啊，一个平面高原，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flat 的一个 local maximum。OK， 好，那你也有可能说，哦，我从这个点出发。那我要一路往高处爬嘛，对不对？我要去 maximize 我的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所以我有可能爬到这里来，爬到山腰这个地方。哎，殊不知这个山腰它其实只是山腰，那但是这里就是一个平坦的地区，所以我如果走到这里来，我环顾四周，发现哎，没有人比我更好啊，大家跟我一样好嘛。I'm done， 我完成了。殊不知，其实它只是在山腰而已。好，真正的最佳解可能是在这边。你说这问题有难吗？事实上难就难在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 objective function 的这个曲线或这个曲面会长什么样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够我们随机的从某一个 state 出发，我们要去找到在一定的程度之下最好的那一组解。这个概念跟现在大家都在用的 deep learning 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你用 deep learning， 你是不是要去学会你很多类神经网络的参数？你参数一变，你稍微变一下你这个参数，就相当于是你的 state 就变一下的意思。那你现在随随便便一个 CNN 或者一个 transformer， 随便就是什么几百万、几千万个参数。对不对？大型语言模型，我们讲小语言模型，随便都要7个 billion 了，70亿个参数啊！你这70亿个参数里面稍微变一下，每变一下就是一个 state 的一个变化，所以相当于是你在一个70亿维的一个高维的空间当中，一个超级讲都讲不出来的一个复杂的曲面，要去找到它的最佳解，所以你面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所以呢，我们底下先从最简单的来介绍一些简单的演算法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search 啊。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在一个 state space 里面，我们是 random 的从某一个地方出发，我们要如何找到所谓的最佳解？好，那其中有一个做法很简单，叫做 hill climbing 啊，就是爬山演算法。这个 hill climbing 演算法意思是说呢，我现在随机从某个点出发嘛，那我就想办法先去找我的周围的邻居。好，周围至于什么叫周围的邻居，你可以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定义。比如说，我今天任何的一个状态可能表达成一个向量，我去找在向量空间里面，比如说一个100维的向量，我就去找嘛，在我的周围。跟我的这个欧式距离在多少以内的，都称呼叫做我的邻居。好，你可以这么定义，你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定义，或者是说，你这个100维的向量，其中呢，有变动 random 变动其中的20维的，在这个有这样子的变动的范围内的，都叫做我的邻居，也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定义，根据你不同的应用而定。但总而言之呢，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说
我先从我周围的邻居里面去找。我的邻居里面呢，我可能有100个邻居，有没有这100个邻居里面啊，有没有表现最好的那个邻居？他表现的比我好，而且可能我100个邻居里面有20个表现的比我好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都比我大。那其中这20个邻居里面表现最好的那一个是谁？我就用它来取代掉我，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个 here claiming 就是说，你去看啊，a high is the value successors of current。我的邻居里面表现最好的那一个，我就定义成 neighbor。如果 neighbor 的 value 小于等于 current， 也就是说我的这些邻居们啊，没有一个能打的，表现都比我烂，那我就继续维持 current。那不然呢，我就用邻居来取代掉我。好，所以我今天如果走，一开始我可能很弱嘛，我的邻居里面就有表现的比较好的，我就用它来取代掉我。那我就走到邻居的那个位置咯，然后我就现在有一个新的位置，新的位置呢，我再找周围的邻居，又在好有表现更好的，那我再继续走过去，所以就相当于是这个嘛。我一开始从这里出发，我找到这些邻居在这边，找到邻居，发现他表现的好，我都走到这里来，再以他为中心，再去找邻居，表现他走到这里来，走到这里来了，走到这里来。好，那现在环顾四周，我所有的邻居都没有比我来的好，那我就回传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这个，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一个 here climbing 的演算法。好，所以呢，你就随机的从某一个点出发，去找邻居，找很多次，一直找啊，你找邻居，用好的邻居来取代掉你，好的邻居取代掉你，一直找到没有任何邻居比你更强为止。这就是 here climbing。好了，那所以比如说，如果应用到8皇后问题的话，可以怎么样呢？首先我就先随便乱摆，把这8只皇后随便乱摆在棋盘上。好，那目前这个盘面呢，当然我就要去计算说 ，OK， 目前我的这个皇后摆放的方式是这样的可能就冲突就会有一大堆嘛，我就去计算说，好，在目前这个盘面上，我的冲突总和有17个 pair 是它造成冲突的有17个 pair， 有17个冲突的 pair 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的邻居是谁？邻居其实就是假设我规定，我的这个皇后只能够垂直移动，上下移动这样。好，所有在这个，比如说我如果把这一只皇后往上移的话，这就变成一个新的盘面了嘛。它就是一个我目前这个盘面的一个邻居。如果我往上移，那我新的邻居它的表现怎么样呢？它的表现是它的冲突呢，从17个变成只有15个这样子。好，那我也可以说，我把这个皇后我移到这个位置来，那我的冲突量呢就降到只有14个，以此类推。所以你可以去测试各种不同的邻居。所谓的邻居就是我把皇后往上移或往下移，然后你去测试每次任何稍微有一点变动，我的冲突的情况是怎么样。In this case， 我希望我的冲突的 pair 越少越好，所以我是希望做 minimize。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其实如果你把这只皇后移到这个位置或者移到这个位置的话呢，整体而言它造成的冲突数量是最少的。好，有12，看起来12就是最少的。这样。好，那所以你可能就选择某一个盘面比如说你把这个移到这里来，这样子新的盘面呢，是不是这个没有，这个新的盘面呢，就是比刚刚那个初始的盘面来得更好的一个盘面。好，那你在那个基础之上，你再重新去调动你的盘面，
所以你的冲突的量可能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一直到无法再降低为止。这个就是一种 hill climbing 的做法，可以吗？好，所以它就可以，所以这里面大的策略、大的观念是这样子。至于怎么定义什么叫邻居啊，什么叫做 objective function， 那就看你的应用而定啊，不一样的。好，那 hill climbing 就这么简单。这种做法呢，有时候又称这种 hill climbing 呢，有时候又称为是所谓的 greedy local search 啊，因为呢，它永远都是取等一下哦。喂，这样子看看有没有声音？看一下这麦克风有没有声音？也许这个麦克风快没电了吗？没声音吗？有了吗？我换一个麦克风看看行不行啊？好，我换另外一个。我换另外一个无线麦克风，可以哈。好好好，来。好，那我们偶尔会断线是还蛮正常的。好，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hill climbing 呢，它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帮助你找到一个还不错的答案。好，那刚刚提到说，它常常会卡在什么一个平原区域嘛，对不对？那你就多花点时间，你在平原那边多探索一下，行不行？你虽然说隔壁邻居跟你一样强，你不要那么自大嘛，你就跟你一样强，你就用隔壁邻居来取代你啊，你就可以走过去一点嘛，然后再走过去一点，那说不定就让你走到某一个平原的边缘的某一个邻居，说不定就找到有一个上山的路嘛，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就是说，假设你接受 sideway movement 的话，就是说你接受
你的邻居跟你一样强，你就用邻居来取代掉你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有可能比较有机会可以跳脱这一个所谓的平原区域，这样子，可不可以？可以的啊，不过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当然了，他找到解答的比较好的解答的几率就提高，但是呢，你所谓的找到最佳相对好的解答，你所需要的步骤呢就会多很多，这样子啊，所以这是一个权衡啊。好，那有一些变形呢啊，比如说 hill climbing 啊，我们刚刚讲最原始的版本是永远都用最好的那个邻居来取代掉我啊。那有没有可能是，反正呢，我100个邻居里面有20个邻居表现比我好，那我就随机从这20个邻居里面挑一个来取代掉我，对不对？因为我永远都取最好的那个邻居，不见得他真的能够导引我到最好的结。好，所以 stochastic hill climbing 就是我从比我好的邻居里面挑一个出来取代掉我。好 ，first choice hill climbing 也很简单，就是我第一个碰到比我强的邻居，我就用它取代掉我。好，然后再来 random restart， 就是你从哪一个点出发，你随机从哪一个点出发，你看到邻居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你今天刚我们看到这个图。你如果是随机从这个点出发，你找到的最佳解就在这里。那要是你从这里出发，你找到的最佳解不就在这里了吗？所以呢，你从哪个点出发，其实影响还蛮大的。那既然如此，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从哪个点出发啦，所以怎么办？我就多出发几次，对不对？我就 random restart hill climbing， 我就等于说同样的 hill climbing 我多做几次，但是呢，我每次都从不同的点出发，好，所以我等于说同样的事情我做了10次，接下来我这10次每一次都可以找到所谓的最佳解嘛，我再从这10次里面去挑10个里面最强的那一次，对不对？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啊，这是 hill climbing。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不太够了，你 hill climbing 有这些缺点，你有没有一些改进的方法呢？有的，有一种改进方法叫做 simulated annealing， 意思是说 hill climbing 的缺点是它有可能就卡在 local minima 或 local maxima， 原因就在于说，如果你今天你的邻居都比你来的差，你就不动了。所以如果有一个机制是，如果你愿意接受一个比你差的邻居，我说不定啊，就是先忍一时，搞不好海阔天空。先忍一时，搞不好海阔天空。我如果让一些比我表现的差的邻居有机会也取代掉我的话，那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跳脱这个 local maxima？这个就是 simulated annealing 的一个概念，其实也讲完了，就这么简单啊。但是它的大的逻辑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里啊，我现在在 current 这个位置，我就呢随机的从我的邻居里面挑一个人出来，叫做 next， 随机的挑哦。好，那我的邻居的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跟我的 function value 相减，叫做 delta 1。好，所以 next 点 value 就是我的邻居的表现 ，current 点 value 就是我的表现。好，邻居的表现减掉我的表现就叫 delta 1。如果 delta 1大于0，什么意思？就是邻居表现的比我好嘛，那我当然就是用邻居来取代掉我。这部分跟刚刚的 hill climbing 一模一样。就跟什么 first choice 的 hill climbing 一模一样。好，重点在底下这里。如果今天 delta 1小于等于0，也就是说邻居表现的比我差，我依旧有一定的某一个几率用邻居来取代掉我。这就是 simulated annealing 的精髓，就是即使邻居表现的比我差，我还是有一定的几率用它来取代掉我。多大的几率？这就是核心中的核心。
这几率有多大呢？这个几率就是，如果你可以看到，它几率是 exponential delta E over t。这个 exponential 的值啊，当你的 delta E 你看哦，当你会走到这里来，代表你的 delta E 是负的嘛，对不对？你的 delta E 如果负的越多，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邻居表现的比我烂的很多，对不对？所以一个 exponential 负很多的一个数值是越大还是越小？越小嘛。exponential 负2次方跟 exponential 负4次方哪一个比较小？exponential 负4次方比较小，可以吗？所以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这个邻居表现的比我差很多，那我用这个邻居来取代掉我的几率就小嘛。如果今天这个邻居表现的比我差，但是没有差太多，只有-1，只差-1，比如说，那我用这个稍微差一点的邻居来取代掉我的几率就相对比较大，可不可以？好，这个就是第一个 delta E 带给我们的这个几率的影响。再来 T 是什么？ T 是一开始这个 T 啊 ，T 就是所谓的温度的这个参数的意思。在这整个演算法运作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 T 是比较大的，一开始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好，那你看哦，在同样是 delta E， 比如说-2的情况之下，你除上一个比较大的 T， 跟除上一个比较小的 T， 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一开始你所除的大 T 是比较大的，温度比较高的，所以一除之后，比如说-2除以10跟-2除以5，哪一个几率比较大？exponential -2除以10跟 exponential -2除以5，哪一个几率比较大？ exponential -2除以10会比较大。也就是说，在这个演算法一开始运作的过程当中，温度比较高，我在同样的 delta E 的情况之下，我会倾向于比较愿意用比较差的邻居来取代掉我。随着我 iteration， 随着演算法进行的过程，随着温度的降低，我就比较不愿意用比较差的邻居来取代掉我。这就是 similarity annealing， 我讲完了，对不对？那它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对不对？当你还年轻的时候，你比较有挫折的，或者说错误的承受能力，你比较照理讲啦哈，你就应该比较愿意去接受一个在短时间之内看起来比较差的选择，来追求你更好的人生的最后的结果。等到你年纪大了，中老年了，跟投资一样，当你到了中老年了，你的投资，你能够接受错误的那个容忍力就比较低嘛，啊，温度比较低嘛，所以你就比较不愿意用比较差的结果来取代掉你现有的结果嘛，啊，所以这个跟人生一样 ，similarity annealing 就是如此。好，在数学上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similarity annealing 这边2页投影片，我们讲完它主要的内容。好，来，那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内容呢就讲到这边。最后回答一下 Slido 大一的什么如何理解或复习？大一的我建议你先不要修啊，拜托把数学这个线性代数、统计、几率、写程式啊、演算法修一修再来。不急嘛，下礼拜才能够加选这门课，对上课有什么影响吗？没有影响啊，你作业交得出来就行了啊。好，来，我们今天上到这里。